今天我们来说鬼。远古时候，鬼只不过是先人们对死亡的直观描述和猜测，其中并没有复杂可怕的含义，甚至是被崇拜和祭祀的对象。鬼字的起源非常古老，最早出现于商朝时期的甲骨文，它所描绘的形象是一个呈现跪姿、双手扶膝的人，但是这个人的头部却异常硕大，并被表现为一个又大又方的田字。我们都知道甲骨文中存在大量的象形文字，而这个鬼字很明显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从字形上，我们可以去推测彼时先人们对鬼的理解。最早还没有形成生死观的远古先人们认为，人在死去以后就会彻底消失，所以那时人们只会简单的把尸体放在草垫或用树枝捆扎而成的床上，然后用乱草覆盖掩藏，既不会用封土埋葬，也不会去做任何的标记。易传系辞传中就说到，古之葬者，后依之以心，葬之终也，不封不树，丧期无数。然而随着一些远古人们无法解释的事情不断出现，渐渐的让他们认为人在死去以后很可能并没有离开，而是以另一种形态继续存在。一般性认为这些无法解释的事情就是梦。人们不断的在梦中见到已经逝去的人，并且进行无比真实的交流。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逝者在梦中告诉他们的事情中，有一部分甚至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印证。久而久之，他们逐渐开始相信这是逝者在向他们传递信息，说明逝者并没有真正离开，而是一种他们无法理解的形态存在。为了表示对逝者的尊重，人们会用一块方形的篾盖在逝者的头部，远古先人们就把头部盖着篾，蜷曲着身体的样子描绘下来，作为代表逝者的象形文字。于是鬼已经不仅仅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渐渐地被赋予了更加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代表着远古先人们的亲人和祖先继续存在的一种状态。这个时期的鬼并不具有恶意，反而受到了远古人们的欢迎和尊崇。另一种解释认为，又大又方的头部代表的是面具，鬼指的是戴着巨大面具扮演已经逝去祖先的神巫。在各种巫舞仪式中，面具是一件非常重要的道具，巫师戴上面具就意味着被面具代表的形象附身，能获得超自然的神力，成为人与祖先神灵沟通的桥梁。甲骨文鬼字表现的就是戴着面具虔诚跪拜的神巫。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说商朝时人们崇尚鬼神，其中的鬼并非现在理解的妖魔鬼怪，而是祖先在死后的一种存在状态。而神字则来自于申，申字是远古人对于雷电之闪现光辉曲折形的描绘。这种极具震撼力的自然现象被彼时的人们认为是神灵在发怒。左边的弑字表示的是祭祀之台，所以商人崇鬼神的真实含义应该是崇尚祖先和祭祀神灵。鬼字的发音来自于龟字，礼记记忆中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说文解字里也说，人所归为鬼。可见古人视死如归，视鬼为归，认为死亡是生命的回归。他们认为人死之后，肉体虽然会消失，但以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继续存在，那就是鬼。他视之无形，听之无声，却能在冥冥之中永远留存，并且拥有着控制人世的超能力。这种认知深深地刻入了我们华夏子孙的基因里。数千年后的今天，我们在祭祀祖先的时候，依然会祈祷请求祖先的保佑和庇护。畏惧的畏字在甲骨文中是这样写的，表现的是鬼手中拿着一根木棒，似乎在追打和驱赶的样子。可见在商朝人的心中，鬼虽然是崇敬的对象，但也对鬼的未知神秘力量心存畏惧。也就是这种畏惧，在后世演化成了另一种抽象而令人害怕的东西。我们现在常说人有三魂七魄，分别是哪三魂和哪七魄呢？北宋的大型官方道教内书《元吉七间》中是这样说的：夫人有三魂，一名胎光，一名爽灵，一名幽精。而胎光、爽灵和幽精又分别被称为天魂、地魂和人魂。七魄则分别是尸狗、腐屎、雀鹰、吞贼、飞毒、除秽、嗅肺，依次代表了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免疫系统、排毒机制、排泄系统和呼吸系统。古人认为魂主管人的精神灵魂，魄主管人的肉体生理，而又是以魂为主来控制着魄，所谓魂为阳而魄为阴。在魂魄论中，人逝去以后，七魄会率先离开身体，回归自然，化为万物，而后三魂才会离开。古人认为魄会在自然界中被循环利用，继而形成新的魄，而魂则要找到自己的归宿。早在战国晚期，我们的老朋友屈原先生就曾经写下《楚辞招魂》。在词赋中，诗人详细描绘了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地下的恐怖景象，警告灵魂不要前往这些危险之地。另一方面又极力渲染楚国的富庶与美好，召唤灵魂回归故土。
关于招魂的详细内容，大脸怪在往期的土博视频中详细介绍过，有兴趣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稍后移步观看。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彩绘棺的第4层内棺盖上发现了一幅彩绘之物，这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马王堆梯形帛画。马王堆梯形帛画的本质就是一副招魂幡，是汉代丧葬礼仪中用来引领亡魂的经幡。据《礼记》记载，当时的逝者出殡时，负责高举招魂幡走到灵柩前的人叫做附者。汉朝时，人们认为人死以后，附在人身上的魂魄会与尸体离散，如果没有招魂幡的指引，亡魂无法找到归宿，就享受不到后人的祭祀，不仅对先人不敬，还会惊扰后人。其实早在战国初期的《左传》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原文说：“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利。没有归宿的鬼则被称为利，后世则演变成为因自杀、暴死等非正常死亡，从而带有强烈怨气和攻击性的灵魂，也就是所谓的厉鬼。正是由于厉的产生，人们对于鬼的恐惧感开始逐渐加深，鬼字也开始慢慢从祖先灵魂的概念中剥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变成了游离于人世间的恐怖代名词。汉代王充的《论衡定轨》中说：沧海之中有杜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曲盘3000里，其之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大意是说，在茫茫大海之中，有一座山被称为杜朔之山，山上生长着一棵巨大的桃树，它的枝干盘曲蜿蜒，覆盖了方圆3000里。这棵桃树的树枝之间，朝向东北方向的地方有一个鬼门，那是万鬼出入的地方。在山上住着2位神人，一个叫神书，另一个叫玉律。他们负责管理万鬼，查看鬼魂的行为。如果发现有作恶多端的鬼魂，就会用芦苇编织的绳索将他们捆住，然后扔给老虎吃掉。而神书和玉律就是华夏的门神鼻祖。随着佛教于汉初进入中国后，生死轮回和阴间地府论逐渐开始在民间流行，鬼与佛教神话逐渐融合，形成一套十分完整的阴曹地府体系。各种各样关于鬼的文学创作开始变得更加具体而繁多。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社会的混乱和人民的困苦使得鬼文化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传播和发展。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就记载了不少关于鬼的故事，最著名的莫过于宋定伯捉鬼了。南阳少年宋定伯在夜间遇到鬼，凭借机智和勇气多次欺骗鬼，并最终将其捉住，后来还把鬼卖了1500文钱。书中还有秦巨伯斗鬼的故事。秦巨伯在回家途中遇到2个鬼扮成他的孙子，途中差点被鬼掐死，后来他识破鬼的真身，将木偶鬼烧毁，但最终因误杀自己的孙子，酿成难以挽回的悲剧。汉谭生的故事中，谭生40岁尚未娶妻，某夜一位15、16岁的美丽女子前来与他结为夫妇，并生下一子。女子自称是鬼魂，警告谭生3年后才能用灯光照她。然而谭生出于好奇，在儿子2岁时忍不住偷看了他，发现他腰以上已生肉如常人，腰以下却仍是枯骨。女子因此责怪谭生违背约定，伤心离去。在离别时，女子还赠送谭生一件朱袍，并撕下一片他的衣襟留作纪念。后来谭生将朱袍卖给了睢阳王家，王家认出朱袍是自己女儿的遗物，怀疑谭生盗墓，于是拷问谭生。谭生如实相告后，王某只好查看女儿墓葬以验真伪。打开墓穴后，发现棺盖下竟然有谭生的一片衣襟，最终相信了谭生。此外，东海孝妇、汝阳鬼魅、紫玉显魂等也都讲述的是和鬼有关的故事。篇幅原因，这里就不再展开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点赞、评论、弹幕支持一下。大脸怪将酌情单独制作内容为大家介绍。此后，从魏晋一直到明代，有唐代的《酉阳杂俎》，宋代的《太平广记》《夷坚志》，元代的诸多杂剧，明代的《简灯新话》《湖海奇闻集》等等，都记载了各色各样的鬼故事，其中不乏人鬼之间的缠绵爱情，警示世人的道德教化，对社会现象的讽刺批判等等，是鬼文化从无到有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直到清朝，2个人的出现，让鬼文化来到了巅峰。清朝康熙年间，山东省淄博市蒲家庄大路口的一棵老槐树下，一个30多岁的书生摆了一个简陋的茶摊，茶摊上放着一小缸粗茶和几只粗瓷大碗。令人奇怪的是，茶摊上竟然还摆着笔墨纸砚。经常路过这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书生的茶不要钱，但是喝茶之人要用自己肚皮里的奇闻怪事来支付茶资。这个书生白天把路人所讲的故事梗概记下来，晚上回去再一一进行仔细整理。他日积月累，终于在数十年后写成了一部志怪小说史上的巨著《聊斋志异》。蒲松龄从22岁开始写《聊斋志异》，
康熙18年，40岁的蒲松龄将手稿首次集结成书，并命名为《聊斋志异》。一直到康熙46年，蒲松龄67岁时，才完成了对《聊斋志异》的最后修订。从动笔到完成，已经整整过去了45年。8年以后，75岁的蒲松龄与世长辞。然而可惜的是，直到临终前，蒲松龄都没有能力将《聊斋志异》父子刊印。他不知道自己这部生前饱受身边人诟病的作品，会成为志怪小说领域的不朽神作。一直到乾隆31年，最早的课本《清科亭课本》才终于面世，这时距离蒲松龄离世已经过去了51年。《聊斋志异》中讲述了近500个故事，内容涵盖了鬼狐、仙怪等多种题材，直接与鬼有关的故事约有170多篇，占到了全书的1/3以上。其中的聂小倩、画皮、公孙九娘、小谢等更是深入人心，有些甚至流传至今，长盛而不衰。蒲松龄笔下的鬼形象丰富而多样，既有善良的女鬼，也有正义的鬼魂，甚至还有恐怖的恶鬼。这些鬼不仅具有人性，还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思考。与其说蒲松龄在写鬼，还不如说他在借鬼写人。正所谓写鬼而非鬼，志怪却不怪。就在蒲松龄离世后不到20年，另一个奇人诞生了。如果说蒲松龄是写鬼的巅峰，那么这位则是画鬼的泰斗。他就是声称自己能看见鬼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随园时代的作者袁枚也写过一部志怪小说集《子不语》，在书中提到罗聘有一双绿瞳，能看到常人无法看见的东西。纪晓岚在《阅微堂笔记》中则提到罗聘能够看到鬼的具体情况，说他所看到的那些鬼喜欢在幽静的房间里游荡，中午日光强烈的时候，他们就躲在高墙下的避阳处，等到阳光渐弱后才会四处游荡，喜欢接近厨房和厕所。鬼能够穿墙而过，但是不敢靠近人，因为畏惧人身上的阳气。还说鬼喜欢聚集在人烟密集的地方，偏僻的旷野里反而少见。罗聘是否真的说过这些话，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史料记载，罗聘自己的确声称能看到鬼，并以自己所见创作了著名的《鬼趣图》。《鬼趣图》一共8幅，接下来就让我们依次欣赏一下这8幅图，到罗聘眼中鬼的世界里一探究竟。第一幅图，在一片弥漫的烟雾中，隐隐约约可以看见2个身形佝偻、样貌丑陋的人漂浮在烟雾中，似真似幻。这2个虚无缥缈的形象，就是罗聘所见之鬼。第二幅图上，一胖一瘦2只鬼怪，像是结伴而行，胖鬼在前，光头而壮硕，迈大步前行；瘦鬼头戴冠帽，2手居于身前，拄着拐杖，小步跟随其后，俨然是一主一仆的样子。第3幅图中，一对衣着华贵的男女正位于图画的正中高处，男鬼执兰花靠近女鬼，2鬼低语交谈。一只戴着白色帽子、酷似白无常的鬼站在低处为他们持伞，手里还拿着一把折扇，从姿态来看，似乎正在偷听男女的对话。第4幅图打眼一看是大小2只鬼，小鬼的手中捧着一只钵，但细看之下却有3只鬼，大鬼执杖，旁边无头鬼捧着钵，怀中还有一只小鬼，3鬼似乎在做乞讨状。第5幅中，一个披头散发的大鬼在雾中奔跑，他身形修长，长发披肩，瘦骨嶙峋，驾腾着黑色云雾，他似乎在追赶着什么，让人看了不寒而栗。第6幅是一个驼背的大头鬼，正追赶着跑在前面的2个小鬼，2个小鬼一边奔跑一边慌慌张张地回头张望，大头鬼的头部异常硕大，几乎占到了身体的一半，诡异之感扑面而来。第7幅是人物最多的一幅，在昏暗的雾气中一共画了4个鬼，一个鬼打着伞紧紧跟在另一个鬼的后面为他撑伞，走在前面的鬼从雨伞破裂的缝隙中露出表情怪异的脸，还有2个鬼一上一下出现在伞旁，没有身子。这4个鬼无一例外都是头发稀疏，表情怪异中似乎带着一点惊恐。最后一幅画的是2具白骨骷髅，似乎是一男一女正站在树丛中的一座古墓旁交谈。那么问题就来了，这8幅画中的鬼是否就是罗聘所看到的鬼呢？大脸怪认为，罗聘也许和蒲松龄一样画鬼非鬼，所画的恐怕是那些像鬼一样可怕的人吧。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喜欢上古神话故事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的上古神话那些事系列文章和视频。我是只说自己观点的大脸怪，谢谢您的观看，再见。